继续来看 2.3 节哈。那在前面已经讲了1 qubit， 那现在来看2 qubit 的一个 separable 这个 quantum circuit 哈。那为什么叫 separable？ 待会后面再逐一来解释这样哈，因为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circuit。那首先我们先看到一个例子哈，先看到例子就是说，我准备来宣告有没有？我们先看图形哈，然后结果呢，待会再回来这一个慢慢来分析，就是这个图形我宣告2个 channel， 好，那 channel 因为你没有给它特别取名，那就IBM 的 solution， 那就给 Q0 跟 Q1 这样嘿。好，那这2个 channel 的话就是说一样哈，就是说我要把 IBM 的什么样 ？IBM 的这个 Qiskit 的一部分的东西把它载进来，所以我载了它的那个 circuit 的那个相关，还有包括传统的也都要进来的哈。好，所以我就开始quantum 的这个 circuit 进来了嘿。那好，那其实这个也在里头了哈，因为这个我在排版的时候就把它当进来，其实它应该拉成一条线。所以这个时候呢，甚至有些数学符号我也用的哈，我要用那个数值分析，所以我就宣告2个，好2个好，那他用 Q， 那如果不用 Q 可不可以啊？你们可以自己实验一下。所以我就宣告一个量子的这个 register， 其实就是2个 channel， 好，那就把它取成这整个的2个 channel 的电路板，就把它取名叫做 QREG underline Q 这样嘿，好，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再把这个东西2个 register 呢，把它变成完整的一个 circuit， 那把它用这个名字来取这样嘿，然后呢，我再因为它的那个 channel 是从第01开始，所以等于我说在第0上面我就挂了一个挂一个哈达玛就好了，然后把整个图给画出来哈，就得到下面这个结果这样，下面这个结果哈。好，那一样的道理哈，就是说，因为整个在跑程式的时候，同学们还是要亲手去跑一下才有感觉哈，才有感觉这样嘿。所以呢，我们一样，好，所以这个例子像这边例子就非常简单哈，所以我就来跑2至3这个例子哈。好，那记得你看我经过多次操作，因为你们就熟悉了，在中间部分呢点它把它 copy 进去哈，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哈，我就比较喜欢用把它变成 text， 那这样开始跑，就跑出这样，也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哈达玛，所以我现在有2个 channel， 我自己喜欢这叫 channel， 一个量子的 channel 是2维，所以它2个 channel 现在是4维，那我宣告一个哈达玛，那其他另外一个 channel 没有，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简单的一个circuit 的这样，好，那就把它拉开哈。所以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数学模型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当你去盯住它的时候，因为它的 initial 它没有给的时候，就是我讲过说它给0嘿，所以这个的话很明显是0跟怎么样，跟0做一个 tensor product 0这样嘿，那这个 initial value 就其实0这样能看到嘿，然后你就从这边算出来，这是哈达玛怎么样？哈达玛0有没有？那这个在什么？这边的 Q1， 所以最后结果就变成说是哈达玛的 Q0 在怎么样乘上一个单位，因为这个时候是 identity mapping Q1 这样，那比较伤脑筋一点因为我在消化这一个 IBM 给的讲义它相当的丰富它的讲义相当丰富。那因为它的做法就是很伤脑筋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前面我在量子计算的时候跟各位讲过说，数学符号在做计算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画图的时候这么画，没有？我再重新讲一遍因为很多观念同学们还是要知道嘿。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向量 x 进来，有没有？那再出来这样，所以我们画图的话是 g(f of x) 有没有？那你说怎么这么画法？这个没有办法，这个画法也不是我发明，这是美式的画法。所以我先计算这一段就得到什么 f of x， 再把这个结果喂给它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样做法就好像有感觉怎样？符号在写的时候怎样呢？符号在写的时候就变成是这样的写法，就是说等于是说在数学符号的话怎么样？是这个右至怎么样？至左的一个写法这样。那图形的话怎么样？是图形的话很明显是左怎么样？左这一个怎么样？左至右所以你一定要熟悉这样。所以很伤脑筋，就是说我在后面看的时候有一部分它是做法就是说，理论上这个要先算，这个后算有没有？
那后算所以它常常会写成这样 IQ1 Q0 这样哦，没关系。后面说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再做一个严谨的说明这样，因为目前为止还不会有太大的困扰哦。那可是后面就必须详细注意哦。所以整个每一家公司的电路板它里面的那个 interpreter 它在 interpret 的时候很可能不一样哦，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这样哦。所以原则上就告诉我们说，它的 input state 有4种状况。那如果我要变成是01、10或11怎么弄？那后面我们再讲。哦。那现在 initial 的时候，它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它就是给00，给00哈。那我刚刚讲过说，万一你想要为01或10或11呢，后面我们会用 NOT gate 来处理哦。那后面我们在碰到的时候呢，我再来跟各位做一个仔细说明这样嘿。好，那所以这个那等于说我目前的做法是说，我就不管它了，我是先把上面排在这个在上面的话，把它放在这个左边，那现在把它放在右边，放在右边。那算出来结果是得到这个结果，因为这个符号都在前面量子那个计算都已经教过。那如果同学还不清楚的话，可以到时候可以在网络上敲我，如果收播节目的时候告诉我，那我再来怎么样跟各位做一个更仔细的再补充这样。那理论上是我会反复的在教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在不断的跟各位做说明嘿。那这样的话就很清楚，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说你可以盯住它，因为在分析的时候都会盯住它 Q0。Tensor Product Q1， 那盯住它就是 HQ0，再怎么样，在 Identity Mapping，那如果说你不做 Identity Mapping， 直接写这个跟 Q1 做 Tensor Product 也可以这样所以这个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机制这样嘿。所以那有一种方法，有一种计算的方法就是说，那刚刚是什么？刚刚是两轨Channel 0跟 Channel 1呢个别做完以后呢，最后再 merge。那有一种这个是独立做法，那刚刚的做法是整个，那有一种做法怎么样？就是说干脆这两个就先什么，就先整合你看它先整合成一个大的那这个也很明显，它是一个2×2跟2×2的两个矩阵的那个 tensor product，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4×4，有没有？得到一个4×4的矩阵那 input 的是0跟0做那个 tensor product， 所以是这个结果那你也可以这么算所以。那等于本身上这个本身就是讲说它是一个 unitary， 它是一个 unitary matrix， 它是一个 unitary matrix 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简单这样嘿。好，那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就是说，那我们想要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态，我先看看后面这个图，这个图告诉我们说，我就准备这样这个组态，整个就是说，原则上我就。多2个出来，我现在多2个出来所以好，所以我们就又多了一个哈达玛，所以你可以看这里有没有？我是在等于我就宣告还是2个有没有？那2个的话一样取名这个 circuit 名叫做取成叫做circuit， 然后呢我在第一个 channel 上面怎么样挂一个哈达玛，在第二个 channel 怎么样挂一个哈达玛有没有？然后整个把它跑出来这样嘿，把它跑出来，再把它画图画出来这样嘿，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困难没什么太困难嘿。那我们还是简单的跑一下好了吼，让各位比较有一点包括感觉说不是纸上谈兵吼，那我们还是可以跑出来这样嘿。所以呢，记得在中间的部分，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就抓不到中间部分吼。好，那把这个 core 再把它拉进去，这 core 再把它拉进去有没有？我们就跑一下，这个变好简单就变2个。变2个有没有？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困难所以在这一个example 里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变很 trivial 嘿。好，那就开始分析那一样就是这个就是你可以个别做计算，等于是这一轨 HQ0 这一轨 HQ1 然后呢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再把这2个再做一个 tensor product 或者说你整个就一起把它整个计算出来这样所以原则上一样的道理，就它也是要有4个的结果，你可以去依序去做计算或者说整批做计算像说我这里的话是分开做计算刚刚讲过说这个 parallel 我把它叫做 parallel mode 平行计算的模型这样平行计算的模型这样那或者怎样 single unitary mode 就是说把这2个先兜成一个大的一个单式矩阵有没有？然后再把这个 input 兜成是一个4维的向量整批来做计算
是整个做计算所以这个叫做 single unitary 的 mode 那这个是我取的一个名字这样嘿那有别于这个前面所讲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现，那它为什么叫 separable？ 因为这个212121就是说这个最后跑出来的结果有没有它等于可以变成是两个变两个那因为这一个部分后面我还会再跟各位强调就是说所谓什么叫可 separable 可分割或不可分割嘿，那不可分割我们就叫做量子纠缠量子纠缠这样嘿，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在我这边的讲义的话，就开始跟各位讲，就是说因为这个四维的向量可以变成是两维向量的什么的那个张量积有没有？所以 output state can be decomposed into 这个 HQ0 Q1 他们是透过这一个 tensor product所以他们就叫做 separable separable 那 non-separable 的部分呢，我后面会陆陆续续再跟各位强调。那最有名的 non-separable 就是那个贝尔态 Bell state 那个后面我们都还会再持续跟各位做分析讲解这样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先建立我们写程式的概念就好了那更仔细的部分就是我们慢慢来把它观念把它补强就可以了好，这一节就先到这边。